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大自然礼物，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动物。尽管有些动物可能因为它们的外观而被打上了恐怖的标签，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有意伤害你。让我们一起探索以下10种造型奇特的生物，看看它们是否真的如它们的样子一样可怕。请看下去。第1名的动物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震撼。在开始前，别忘记点击关注订阅哦。听说点击关注订阅的2024年都会人生逆袭呢。那么，让我们开始吧。这只小鸟看起来更像妖怪，而不是真正的动物。长耳垂伞鸟，这个下垂的喉垂来自于雄性的特性，它们有一种细腻的羽毛冠，可以遮住它的嘴，就像打了伞一样。这种不寻常的动物还有一个可以膨胀的喉垂，长在它的胸部。这个长长的喉垂覆盖着短小的鳞状羽毛，膨胀起来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像松果。在交配季节，雄性鸟会展示这种装饰。雌性和幼年鸟的体型只有雄性的一半，喉垂也小得多。一般说来，它们的饮食由昆虫、果实组成，它们会吐出吃下的水果里较大的种子，因此它们在帮助传播种子和恢复它们生活的热带雨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生态环境的破坏对这种鸟的野生种群产生了严重破坏。再加上人们喜欢把它们当作宠物，或者出售给第三方，甚至吃掉。这种独特的动物的未来看起来很暗淡，除非人们开始保护它们生存环境。在非洲水域有一种鱼正好适合其魁梧、猛烈和强烈食欲的名字——歌利亚虎鱼。歌利亚虎鱼体型庞大，堪称健江鱼中的巨无霸。拥有尖锐的利齿，是一种凶猛无比的肉食鱼类。至今为止，拿非洲小鱼为美餐，捕食方式快速且力量惊人。在鱼类食物链中，它属于肉食性的顶级捕猎者。它有着强大的力量，能轻易猎杀大部分体型较小的鱼类，如尼罗河小鲈鱼。当地人甚至传说，歌利亚虎鱼是唯一一种。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秃鹫们对食物的热情丝毫不亚于我们对美食的热爱。在视频中，你可以看到它们可以很轻松地将野牛吃得一干二净。这家伙可以说除了丑了点，别的配置都是为了吃而生。你看那秃头，就是为了能更方便地把头伸进动物的腹腔内，而据说它之所以秃了，是因为头部长期有微生物导致。俗话说食欲好就代表胃口好，这些家伙的胃，别说吃腐肉，就算你把螺丝钉给塞进去都能给你消化了。所以它还有个外号就骨头粉碎机，其原因就是在于它那超强的胃酸 pH 值约等于1，已经接近强酸了。这群秃鹫进食的样子像不像你读书时候听到下课铃响冲向食堂的样子？你知道那种典型的恐龙电影里出现的史前怪物吗？宙塞鲨就像其中的一员，生活在深海中。它的世界是黑暗的无垠之海。这只神秘的鲨鱼身体修长，竟能达到7英尺的长度，而且它的鱼鳍远远在身体后部。有意思的是，它的名字来源于它褶皱式的鳃缝，看起来像个拟人化的生物，有点像地狱版巨型游动的10几亿小兄弟。希望这个比喻不会让你下次鼓掌的时候想起它来。尽管它外表看起来很懒洋洋的，宙塞鲨其实是一种非常活跃的捕食者。它们通常会猛地扑向猎物，然后整只吞下。至于它们的美食嘛，那就是各种各样的鱿鱼。它们嘴里藏着几排长长的牙齿，每颗牙齿都有3个长长的尖端，十分适合缠住那些软乎乎的猎物。你以为它们像所有的鲨鱼一样游泳吗？错了，它们独特的游泳方式更像是电鳗而非鲨鱼。这些宙塞鲨们很少在野外被人类发现。我们现在了解的大部分信息都来源于无意中被渔民捕获的鲨鱼尸体。委内瑞拉泡芙鹅，这
这种同时具备可爱与恐怖外观的蛾子，曾被认为是网络上 PS 出来的产物。毫无疑问，一开始确实很难置信它的存在，毕竟看它那一身毛茸茸的外观与外星人般的模样，你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疑问。然而，事实是委内瑞拉泡芙蛾确实存在，并且是最近才被发现的昆虫类种之一。在2009年，一位名叫亚瑟安克的博士首次通过照片发现了它。由于种类新颖，对这种昆虫的了解还很有限，但就目前来看，你可以欣赏它，但请出于安全起见，不要触摸它。如果这个跟可爱还沾得到边，那么下面这个就是八竿子都打不着了。下面要介绍的这个家伙让我想起这一部电影。没错，接下来介绍的家伙嘴巴就跟《生化危机》里的丧尸一样。这个菊花倒着长且不知道眼睛在哪里的家伙叫星鼻鼹鼠。不过虽然这家伙长得丑，但也是拿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它被认证为世界上最快的食物识别者。星鼻鼹鼠可以在简短的13毫秒内辨别物品是否属于食物，这速度可以比你用眼睛去看都要快。并且它不仅是打斗能手，还是游泳健将，是极少数能在水下觅食的哺乳动物，并且能在完全黑暗的水下精准找到食物。如果阿俊有这样的本领，是不是就可以去荒野求生了呢？在地球上最隐秘的角落，深邃而寂静的海底，创造出了一种我们人类难以想象的神秘生物。深海龙鱼也被称为黑巨龙鱼，这里如同另一个异星球。它们游走在无尽的深渊与黑暗之中，生活在无光亮的底部，深达1524米。黑巨龙鱼看起来十分不祥，那雄壮的身躯、锐利的牙齿、神秘的眼神，每一处细节都充满了深海的幽冥特性，就像是出自海洋版的异形，让人忍不住竖起了精力的毛发。看着它那仿佛恶魔般的笑容，你可能会顿觉寒意，但实际上这可是大自然赋予这神奇生物的生存利器。这些尖锐的长牙不只是黑巨龙鱼防御敌人，更是它寻找猎物的必杀技，让它在全世界最寒冷、最黑暗的地方顽强的生存。可以说，在黑暗的深海中，它赢得了生存的王者称号。更有趣的是，深海龙鱼名列自然界中的视力独特纪录榜。它的眼睛形状奇特，像一只大号望远镜，装配有超大水晶体和感光细胞，使它可以在深海寻找光亮，像是海洋版的夜视仪。而且它们的下颌有一个类似鱼竿的发光器，就像拿着灯笼的锤石，一 Q 一个 ADC。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让人浑身难受的怪物——裸鼹鼠。顾名思义，是一种粉红色的、近乎无毛的地下啮齿动物。据说《生化危机》中的爬行者就是以它作为灵感设计出的。它们非常长寿，裸鼹鼠的寿命可达30到40岁，是同体型啮齿动物寿命的10倍以上。它们的生活习性和其他哺乳动物迥然不同，更像昆虫。它们像昆虫群体一样生活，由一只雄性鼠，也就是皇帝，统筹全族。它们用锋利的牙齿和短吻挖掘全族的住所，它们也会爪根和块茎供全族食用。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其他鼠类照顾皇帝的同时。它们可以独立移动前牙，让牙齿像筷子一样运动。它们也不需要喝水，从纯植物食品中就能获取所有需要的水分。在大海的奇妙世界里，有一种看起来有点像长发怪的家伙，它就是被我们亲切地称为毛臂鱼的生物，或者你也可以叫它条纹臂鱼。毛臂鱼是个独特的家伙，它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习性，它更愿意步行而不是游泳。是的，你没听错，有种鱼是喜欢走路的。它正慢悠悠地摇晃着它内置的钓鱼竿和蠕虫状的诱饵第一背鳍，在水中行走，诱捕猎物。其不爱游泳，其实主要是因为毛臂鱼的鱼尾鳍并不发达，没法快速游动，只有利用胸鳍和腹鳍在水中行走，或在礁石上攀爬，活像一只青蛙。毛臂鱼还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身体的颜色，这个过程要几周。
它们的嘴巴和腹部很大，容量还可以扩展，这让它们能吞下像自己一样大或比自己还大的猎物。而且它们还拥有动物王国中已知最快速度的咬合，只需16000秒，它们就可以将猎物吞没，瞬间光盘。毛臂鱼的脾气不太好，当它们遇到危险时，会用水肿胀身体并保持充气状态，看起来气鼓鼓的。第7名，毫无疑问，这个位子给了广大海洋生物中一位令人难以形容的生物，它带着一种神秘的气息，仿佛克苏鲁世界里走出来的神秘异种。当你看着它，仿佛那种源于灵魂深处的战栗，让你想起了童年的噩梦中的怪物。它来了，它真的从梦境中走出来了。但别怕，这个看似来自异世界、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怕家伙，我们人类给了它一个看起来比较平易近人，甚至有些可爱的名字——海猪。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它像是海里的海洋版的猪猪呢？实际上，这个深海粉色小居民是一种深海海参，与人类并没有实质性的危险接触。这些小家伙通常在海洋的深处，从1000米到4000米的地方过着他们平平淡淡的生活，一日三餐以海底的淤泥、藻类和其他碎屑为食。有趣的是，海猪对于掉到海底的人类遗体也是感兴趣的，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有点毛骨悚然，不过别怕，看到了它们，你只需要想想，这么普遍的海洋生物，分布在全世界的每个海洋中，它们只是在自然法则的引导下行事，以求生存。海猪生活在海洋最深的那里，远离人的世界，成为大海的秘密守卫者。这期的10个外表最可怕的动物就到这里了。看到这里，阿俊希望您晚上不会因此而做噩梦。不过，就算做了噩梦，那么阿俊也希望是继续在梦里看阿俊的10个外表最可怕的动物，哈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